Hello， 大家看了上一期的节目，大家已经知道这个手术我已经在台湾做完了哈。目前为止，我离做完手术已经过了3个礼拜，然后现在伤口恢复的都特别好。乐主任特意给我在这个伤口是切在了乳晕这个边缘上，所以如果后期我把这个刀口护理好的话，其实是看不出来伤疤的。那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在台湾做手术整个魔幻的经历，然后呢，跟大家聊聊为什么我们最终决定是拿着美国的医疗保险在台湾自费做了个手术。我从青岛回到台湾，然后富贵从拉斯维加斯飞到台湾的时候呢，我就拿着我的这些各种的资料各种的就是检验报告就拿给我前辈了。然后我们就去湖景了嘛，然后我们的前辈就为了我这个事儿跑医院跑了无数趟，就拿着我的这些资料给这个主任看然后每天都在问说他没事吧，他没事吧，他这个不严重吧，这个手术不严重吧，不复杂吧。这个乐主任就说这手术不复杂，那我们就放心了嘛，放心了。然后富贵就动了个脑子，就是说那既然不复杂的话，这个手术有没有可能就是在我们在台湾期间给做了。然后前辈就跟我们说那我争取看看能不能给你把这个手术安排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另外一个前辈，就是我这个前辈的好朋友，就跟我说你现在一切事情必须放下，必须把这个手术做了，必须把这个手术在台湾做了，然后做完以后你再去进行下一步工作，就现在手头上的事情一定都要放下，就这个以身体为重。所以我们这个前辈我们在湖景的时候，他就已经给我们把手术和这个检查的时间约了，就是我们周一回台北，然后周二就约的看一个放射科的大夫，周三就看那个乐主任，然后周五就手术，周五手术完了，我下一个周一我就再飞美国。其实说句实话，就这个时间上稍微有点紧，但是也没有办法嘛，因为毕竟我肯定是在做手术之前一定是要去再做一些检查的。我相信就任何一个地方的医生或者是医院都不会就是去相信其他医院的检查结果，肯定就是在手术之前一定要在本院再去做一系列的检查。我们周一从湖景坐船到马公，马公立马就飞回台北了嘛。当时到了台北好像都已经2、3点了，然后行李刚拿上房间，富贵就接到了我们前辈的电话。就这个之间的过程因为那个陈姐一直都是跟我讲，她说她尽量少给你压力，对，就是尽量不跟你说，少给你压力。我加一句我们前辈我特别感谢他，因为在那个青岛的时候，当时还没有穿刺说是良性什么的时候，就是前辈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因为不就是因为说这个事儿改行程了嘛，打了一个电话，然后他就觉得就是以后这些沟通方面他还是和富贵说吧，因为他怕给我心理压力。当时周一我们刚到万豪，我们行李没打开呢。对，我记得好像正在打行李，收拾行李呢。对。然后陈姐叭来电话说：“你们到酒店了吗？”我说到了。那你现在马上打车来医院。他说我现在因为他从那个新店，就那个快到屋来了，从那儿到医院也要很远嘛。他说我现在从家往医院去，你也从家往医院去，然后另外一个那个韩姐也去往医院去。对。说今天下午就给你安排造影，然后安排看乐主任。明天下午乐主任亲自给你留了手术室，对，明天下午就做手术。然后他说这样你们回美国的行程都不用变了，你们在医院住到周日都可以。对。然后我都觉得不可思议，说对，就明天就手术了。对，我就觉得就怎么这么魔幻呀！本来想着说安排周五做手术的话，那我周一再走，其实只有2、3天的时间去恢复。是不是要改机票是不是需要改机票？就是再多待1周或者多待因为毕竟是个手术嘛。然后没想到就是当天到了台北，当天就去看医生，当天就去做检查，当天就去做造影，第2天就手术了。这样我们就有足够的时间给我来恢复我的伤口。到了医院先做的这个造影造影完了，然后都最后因为先是找了乐主任，然后乐主任说你现在去做造影，做这些检查，然后再回来说6点半了，快7点了，他都已经下班了其实。对了，我说一下，就做那个木板和青岛的唯一区别是在青岛做那个就是这个木板是要戴个头套的，在台湾不用要戴头套，戴那个围肚子的那个，就是好像防辐射的那个，在青岛是要戴这个，在台湾不用，但是在台湾依旧也是要把奶拉出来，也要做。
然后医生给安排就是第2天一早我要空腹来抽血呀、化验呀，做一些术前的检查。然后呢，中午要做一个定位，要穿一根线，然后给这个医生看，就是我的这个瘤子在哪儿，你要切多少。然后2点就做手术了。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台湾就是做手术整个看病检查的这么一个过程的一个感受哈。首先是 everything 就是 so fast 就是不管是检查还是什么，我都是拿一个号，就可能就是等个5分钟就到我了，就是他人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再加上我觉得中山医院可能是因为是个私立医院吧，人是不是很多，反正就是整个检查什么的都很快，也不需要等啊什么的，一切都很顺利，然后大家的态度也都非常非常的好，非常的就是感觉很 care， 就是你懂的，就是很 care 你的那种感觉。整个手术啊，还有术前定位，我觉得比较难受的是这个术前定位，从我的这个瘤子的这边穿过去，然后我在那个 B 超的那个上面能看到这根线进去了，然后穿进去了，还得攮进去，因为它是导管内乳头状瘤，所以它要把整个导管都拿出来。所以就必须要有一个定位，就是给这个乐医生看，就是切开以后我要拿出来多少东西。因为这个导管内乳头状瘤，医生说就是一般情况下都是伴有旁边是有癌变的，就是你要清的话一定要挖干净，你一定要把这整个一段都拿出来，并不是说只拿那个瘤子。我唯一觉得疼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定位的这个时间和做手术的时间中间有2个小时，可能是不是我的这个麻药啊就是过了还是怎么着，这个定位也是要打麻药的，和穿刺是一样的。然后我上手术台的那个瞬间，我当时觉得好疼啊，就是病房不是推着车，直接就是把车推到电梯，电梯推到手术室，我就一直躺着嘛。然后到了手术室以后，我要自己就是从这个从我这病床上挪到这个手术的床上的时候，我这一起来，我就感觉我这儿就是爆疼，就疼到我浑身出汗的那种。但是那些护士啊，那些医生啊，我就是特别好，就是说你慢点，没事，慢点，没事吧？你就一直都是就是很有耐心的，就等我缓过来。然后他们一起就是帮我挪到了这个手术台上。你知道你这个手术的时候，因为我们不在外面等着吧，陈姐陪我在外面等着，它有一个显示屏，显示屏上面就是写就是名字，像你就是王旦啊，王旦，王玲，人家台湾人基本都是3个字儿，王什么霞，什么，对，王玲霞，对，我就是王玲，它都有一个屏幕都写得很清楚，就是谁是在手术准备中，然后在手术中，然后或者是推出来到那个有一个就是专门的观察病房，就观察中。你知道你是做的好像是最长的时间一个，对，就是那屏幕，因为它总在变嘛，就是别人因为你好像是从2点多钟进去的吧，快6点才出来，就你做的是时间最长的一个。对。然后呢，你知道在外面等的时候吧，还是有些担心，就是你知道我就是总是脑子想那种电影的画面，你知道吗？然后我确实也看见，就是有时候在手术中突然嘣出来一个医生。说这是谁的家属在吗？然后谁家属走了，医生就小声的跟他交头接耳的说，会有就是遐想，对，这个医生再跑进去，就感觉是那种就是因为一般比如说我们电影啊什么这些桥段都是，出来医生跟他说现在可能情况不好，你需要做决定，需要怎么样，就会有这个。所以当时我还挺担心，我说可千万别叫我啊，千万别出来叫我啊。然后后来陈姐还说你别紧张，说你别紧张，说你要不要那个喝点水什么的，买咖啡去。我说没事儿，我说我先等他出来再说。因为麻药它是要根据你的这个时间长度做的手术的长度来说。然后呢，我躺下以后，我跟他说我这边也要做，因为我这边有个纤维瘤嘛。我想我既然都已经麻药了，我为什么不把这边也做了？麻醉师说，你是要2边都做吗？我说是啊，我说我2边都做。那个麻醉师说，那你要是2边要做的话，那这个时间就要超过1个小时以上了哟。你要超过1个小时以上，就不能只用那个就是打的麻药，后边1个小时就要用那个嘴罩的那个麻药了。我说可以啊，没问题。他说这个嘴罩的这个嘴罩稍微有点贵哦，你觉得可以吗？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这个罩。我说有点贵，我一听我就怕他万一这乱要价，一下给我来个2万台币一个罩。我说行，我说这个多少钱呢？
790啊，我说行，用吧用吧。麻醉师特别有意思说，这个真的很好，他这个不进嗓子，你嗓子不疼。我说行。陈姐跟韩姐还说这个麻醉师是他们医院最好的麻醉师，最好的麻醉师，对，就每一个环节其实都很重要，都是很重要的，对，因为你的麻醉要是打不好会出人命的，真的。然后我一看就是大家都这么活泼嘛，都这么好，然后我就问了一下，因为这个问题我不好意思问乐主任，因为乐主任是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我觉得这个问题问他，我实在是不好意思问。然后我就问那个麻醉师，我说您知道我这个手术做完之后多久可以喝酒吗？然后所有的护士都这么看我，然后那个麻醉师看了我一眼，给我那个眼神就是你睡吧，你睡吧。然后我下一秒我就睡过去了。对，这个事儿你被推出来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你是昏迷的嘛，然后那个推你的那个医生还跟我说呢，说他手术前有问都让谁能喝酒。然后关键这个问题呢，我没有得到解答。然后呢，我手术室出来以后，乐主任德高望重的老先生默默地跟我说，听说你在手术前还问麻醉师多久能喝酒。哎呦我天哪，你让我当时就觉得怎么这么丢人呢。整个过程大家也都是在视频里都看到了，就是很顺利哈。但是我是想要点出来一下，就是我有几点就是很感动的事情。第一，当然是我们前辈就是为了我这个事情真的是跑断腿了，操碎了心啊。第二呢，就是整个就医过程，我觉得大家的态度都特别特别好，连那个就是我来做那个定位的那个床，它都是温的，它都是有加热功能的，因为你做这些东西，你就身体反应你就会冷，然后你就会觉得紧张，就会冷。然后它连那个手术那个台，我都感觉到是暖的，就能感觉让我放松。每个环节的这个医生啊，也都是态度特别好，像给我做定位的那个。医生也说，哎呀，你这个没问题，给你切在乳晕这边，你以后都不会有疤呀什么的。他们都是就是为我着想，就不是说为了，就是手术方便给我夸在这儿开一刀，夸在这儿开一刀，没有，他们都是就是为了我后续的这个，不管是美观啊还是什么着想。还好咱还有点底儿，就挖半天还有点底儿能挖。那医生到最后还说，哎呀，这个因为咱们的这个乳房比较大哈，所以我挖了半天才挖出来。我当时我就想说，这话说的我到底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呢？周四出院之前呢，我们乐医生是帮我把这个导流管给拆了，因为你手术完了以后里面会有流血嘛，它是有一个管儿伸在那里，是把那些污血给排出来。然后呢，我特别感动的一点呢，是因为我们周一就走了，乐主任特意就是周日跑来医院帮我来又检查了一遍伤口，然后就是说一切恢复都还不错，然后我们可以就是安心的上飞机。那下面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就以我们的经验，在大陆、在台湾、在美国这3个地方看病的一个感受吧。首先，医疗水平方面，美国不管是制药啊还是科技啊，的确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台湾也非常厉害，那大陆也是非常厉害，尤其是你在这些一线城市，其实医疗水平已经是就是非常非常的棒了。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这3个地方最大的区别。首先就是这个人味儿，这个温度。如果在美国做这个手术的话，首先我不认识这个医生，在沟通方面一定会有一些阻碍的。我在这儿生活多长时间呢？这些就是专业的这些词，我平时是没有机会接触到的。那在交流上面一定不如在亚洲来的方便。当然，肯定这些护士啊、医生给你的情绪价值也是非常的高啊。就是我觉得在美国，医生跟患者之间，他所有的沟通、所有的表达，都是就我们讲就叫行活，常用的客套话，就像有一套专门有词汇似的。对，他也是会很说啊，你好不好啊、什么的，就跟你在餐厅，你就觉得特假，就跟你在餐厅吃饭，都会有人过来，哎，味道怎么样啊？好不好啊？对，那你都说哎呀很好吃啊，那我就想你先说不好吃，他会什么反应？对，是不是？就是他都是行话，但是我觉得大陆呢，医生跟患者之间也行话多一些，就是因为他接触的患者太多了。我跟你说，在大陆他都没有行话了，他连行话费这事儿他都不跟你行话。就是你在大陆做人太多了，因为他每天要面对的病人太多了，所以医生也没有那些精力去跟你在那儿就是寒暄啊，或者是怎么多 care 你啊。在大陆呢，我就是通过做这个脚手术哈，我就能明显感觉到，我好像就像
一个在生产线上的猪，任人宰割的猪的这种感觉。但是呢，我这次回青岛就医看病，就是诊断，就是整个过程，我最大的感受是，我不知道其他的医院哈，就我们家旁边这个医院，因为它是个新的医院，里边非常非常的干净，然后所有的预约、交费、打印这些报告都是在机器上完成，非常智能，就变得非常智能，就不会出现像原来那些医院里就是排大队，然后大家就是等半天都排不上那种，就预约交费打报告都就是自助完成。我觉得这一点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的，就完全不需要去窗口去来做这个事情。然后呢，每一个区域都有一个咨询台，会安排一个人来去帮忙所有的患者去就是做一个向导，做一个不管，因为有老人家嘛，可能不会用机器啊或者什么的，或者不知道怎么走啊，都会安排这么一个人。我觉得这个还是蛮贴心的。除了医疗技术和医疗水平以外，那我们来说一下这3个地方的这个时间效率。对，美国肯定就是效率最低的嘛，就是你预约个什么东西你都要预约很长，然后呢你家庭医生约完，然后他再给你分科再诊，再怎么着，整个预约的这个效率啊，还是这个工作的效率，我觉得的确是低了一点在美国。然后在大陆这次我也是觉得还是蛮快的。其实如果我当时就是决定要在青岛做手术的话，孙主任也是可以马上给我安排的。你不管在青岛、在台湾、在美国，你在哪个地方都是要从零开始，对，因为他都互相不会承认相互的这个检查任何东西的。对，但其实如果从时间速度来讲，如果说我们这个排名，美国肯定是最慢的。对，我觉得你如果说我们回到美国，你从开始看家庭医生，然后看这个专职医生，再做检查，再做手术，我觉得手术可能都得半年以后，少说半年，我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时间线，就这个半年时间，因为你不是属于那种就是很急的病，对，你是属于可以等慢的，可以等的，对，我觉得最少半年。但你在大陆，其实大陆这个时间，你说它能快，比美国肯定快，但是大陆的时间你要算一下这个时间线，你从你第一次做 B 超到你做穿刺，这个时间其实已经过了2周了。对，就是14天的时间了。如果你再加上手术，我觉得大陆做这个东西应该要1个月，就从你第一次 B 超到手术可能会1个月，甚至1个月多一点。对，因为你不一定，如果你到北京去，而且因为人也多呀。对，你到北京去，你不一定马上可以约到这个手术医生嘛。对，这个我觉得是，而且你到北京去，你还要重新检查一遍。对，因为北京他又不承认青岛的。对，这是一个。但是我们在台湾，我们实际上1周全搞定了。我们1周等于你到台湾开始看的时候也是0。对，因为你看，你开始也是要先做 B 超，做造影，然后手术，然后说1周的时间，7天，甚至说5天，等于实际上就是周1到周5，对，5天的时间，周1到周5，对，把在美国半年的事情全部都干完了。对，当然这个前提是因为还是有前辈的功劳在里边，前提是这个效率非常非常的高。当时其实为什么那么坚持不在北京大陆做这个手术呢？因为当时。我那哥们儿就跟我说嘛，说你能不在大陆做你就不在大陆做，你能不在北京做你就不在北京做，你要能在美国做你干嘛在北京做呢？有一个就咱们谈到费用这个问题了。首先费用，我们在美国，因为我当时我还 Google 在网上查，就大概这个手术需要多少费用，因为在美国它无所谓嘛，因为它医院一定是让你花钱花10块钱，它绝对不让你花1块钱。他会让你尽可能的花钱，因为他都是保险公司给付嘛，所以他无所谓。就当然对我们来讲，其实也无所谓，反正你爱怎么花怎么花。对，反正有保险。对，但是网上我当时看，好像这个手术应该是，如果你没有保险的话，应该是10几万美元。就是在网上，这个不重要，因为对，因为他都是随便在美国做个什么东西都要10几20万美元，对，就没有他是保险公司来付嘛，这个对我们来也无所谓。当时我哥们儿跟我说，他说其实你中间的核磁共振，跟PET CT 其实根本没有必要做。他说，如果你 B 超看出有问题，你下一步就是穿刺，你中间的东西你是不需要做的。钼可以做的。他说你是就是因为你是检查嘛，对，就是你中间其实是没必要做的。对，就是这个再跟大家强调一下，这是我的经验哈，就是穿刺并不可怕，就是如果你的 B 超有问题的话，你可以做个钼靶，你就下一步就不要再做任何其他检查了，就医生肯定会想让你做各种检查，下一步就是穿刺，穿刺就是最直接的，就是良性还是恶性的一个最直接的办法，千万不要被忽悠了，就是而且穿刺真的不疼，
对，而且大陆你知道，确实是因为它医院有个效益问题嘛，它是尽可能让你能多做就多做。对，就我妈就常跟我说你去医院，她就能恨不得让你把能检查的全检查一遍。这就是为什么李漂亮和她老公就是这么着急的帮我找人找关系，因为他们就觉得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对，因为有些你不熟悉的，你听不到一句实话。她就是肯定是让你做检查越多越好嘛，因为人家要赚钱嘛。她老公之前就是有一次是去是哪儿疼，是这儿疼还是哪儿疼，然后去做检查，然后那医生直接说你就留下住院吧，我现在就给你手术。然后他就给他妈打了个电话，说妈，我现在要做手术了。他妈说你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跑，赶紧跑。然后就给他找了另外一个医院的医生，个老医生。那医生说你回家躺3天，就好了，就这事儿就好了。就是在大陆的确是会有过度治疗这个事情发生，因为他是要赚钱的，所以就在我们不懂的情况下，很容易就被医生牵着鼻子走，因为他稍微就是比如说表情凝重啊，或者是稍微一引导，我们就会胡思乱想嘛，我们就说哎呀，那就检查吧，那就干嘛吧，那就干嘛吧。其实有的时候没有必要。但是的确呢，医生会说的严重一些，因为像我第2次去那个医院去问医生，当时我还就是只是做了一个 B 超而已。我问医生，我说下一步要做手术的话怎么办呢？是要全切吗？还是要怎么着？他说，哎呀，那你是不是可以选择保乳手术？我当时一听，我说保乳手术是啥呀？他说就是保留你的乳头，然后你后期还可以做重建。I was like, dude， 我只是来做一个身体检查，你现在都跟我说到这个保乳手术了，你这不吓唬我吗？就作为患者来说，的确会，比较害怕，会想的就比较多。那我们是因为就是很幸运，就有他的哥们儿，还有就是我的李漂亮和她老公帮忙，就是我们没有踩太多的坑。像如果真的是做了那什么 PET CT， 真的就是瞎做。他也白花钱，就也不叫踩坑，就是确实白花钱，就是白花钱。因为你做完 PET CT， 当时因为我哥们跟我说，他就跟我说，他说你 PET CT 看不出什么来，他说除非就是说你有扩散了。对，这是能看出来的。他这个东西其实是不适合这个事儿的。其实核磁共振我都觉得没有必要做。我觉得我做的那个核磁共振，我都觉得没什么必要。但是他也没有多花多少钱了，因为我们当时的确也是不懂嘛，所以我就是说想把这个经验分享出来，就是如果有类似情况的朋友，就是不要被医生牵着鼻子走。那再说一下我们在台湾自费做了这个手术的价格，所有的费用吧。那首先呢，就是让我特别感动的一点是，其实在台湾你要是做手术的话，你明天做手术，你今天晚上就必须要住进医院了。然后我们当时因为当天刚住进万豪嘛，然后乐主任还问我说你们是有保险吗？我说我们没有保险，好像还帮我们查了一下我们的保险在台湾能不能用。没有，是不是当时乐主任是这样的，因为他知道肯定不能说全部报嘛，因为美国保险是这样，就是你必须在海外有紧急情况，他会报，比如说你必须要住院的急诊，美国保险会管，但也不是全管，他会管一部分。然后当时乐主任会问我说，你能不能比如说有一部分美国保险可以帮你管的？我说，他说我帮你想想办法。我说您别操这个心了，我说美国保险我问了，他说因为这手术本身呢也不是什么大手术，疾病，对，我说就不用那什么了。但是因为当时乐主任，你知道，因为手术之前不都提前1天要住院嘛，肯定是提前1天住嘛。当时乐主任有问我说，哎，你们今天晚上酒店钱付了吗？我说付了。他说那今天晚上你们住酒店吧，他说你们今天晚上就不用住院了，但是明天早上起来你必须早点来。然后住院住了，就是本来住院其实你是应该是住2天的，然后呢，但是乐主任说你最好如果说你能多住1天，最好多住1天，对，因为这样的话呢，他说就更从容一些嘛。后来我说没问题，就是我是感觉他处处都是为你着想，为你着想，就是能少花点钱就少花点钱，对，而且什么都是商量着来。从那个你知道病房是因为我们肯定是要住一个单人间嘛，单人间因为我要陪你嘛，但是它单人间它也分大小、大中小，就是价钱也是有高有低。他住院部的说，他说我觉得你们就住就是现在这个6000多块钱一天的房间，他说你就住这个就可以，他说又可以陪床的，然后呢大小也正合适，他说你不用住那个最好的，因为这点上我觉得就是他其实每一个部门都为你着想。对，我们整个在台湾这次
从各种检查，然后到什么住院费什么，连那个餐费都包括了，就所有费用加起来。但是餐真的不好吃哈。所有费用加起来好像是多少钱？是我们那天看9万台币，8万多吧，我看一下，不到9万台币。自付费用净额是87567，手术费才2万4，就是剩下都是住院费啊什么，就是各种什么，包括麻醉费啊，就这些，其他都很便宜。因为病房费好像一天是6000多块钱。对，反正总共就是收了87567，这算下来就是不到3000美元，不到3000美元。刚才这个价格呢，还包括了我们住院期间的一个伙食费啊。我们好像只订了2天的饭吧，还是反正不是，是订了第一天是我订了个午餐，订了个晚餐。对，我第一天啥都没吃，全让他吃了。第二天咱俩订了个早餐。对，然后我们就决定不订了，因为的确是不好吃，非常的不好吃。主要是中山医院它附近好吃的太多了，旁边不就是216巷吗？对吧？不好吃这件事情，我相信就是哪个地方都不好吃，你都能想象美国的有多难吃。对吧？而且，我觉得其实医院伙食不好吃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对，因为你病人本身也没胃口。第二就是医院他也会考虑，就是不让你病人吃大油大腻，他得为所有病人考虑。但是我觉得我们体验过医院的伙食了，对，也体验过台湾医院的伙食了。对，还有一个事情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我住院期间，就是第一天，陈姐就我们前辈都拿了个苹果来说是平平安安嘛，就是一个好的寓意。然后在手术期间、住院期间 ，YY 也送来一个花篮，然后里面也是有苹果。然后我们昨天视频里面就说到旺旺仙贝嘛，就有很多朋友分享，就是在台湾，像医院啊，或者是警察局啊，就是不能送旺旺的产品，因为像医院和警察局这两个地的生意不能旺，不能太旺，不好。现在这件事情呢，就是圆满的画上了一个句号，因为我的这个瘤子切出来以后送去病理检查，就是完全是一个良性的，就真的是非常的幸运啊！就是这个小坏蛋在它变坏之前，我们就把它发现了，并把它铲除了。所以非常感谢在整个过程当中帮助过我，然后关心过我的所有朋友们，也感谢主的保佑。我想把这份幸运吧，就是传递给所有现在需要这个 lucky 的朋友，希望大家都能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过每一天。就这样吧，下次再见，拜拜。